大家好，天堂紀念版社群上有一篇給處於劣勢血盟的一些建議的文章，感覺可以跟大家來分享討論一下。第一點呢，就是高裝檢，等級至少要38級以上，然後武器要加9，防具全過1，3條件只要有一個沒有達到就剔除。我自己是覺得這個有點嚴格啊，因為我自己差不多是6月19號開始加入吃王工程的血盟。在加入這個血盟之前呢，我的裝備是全身過1，只有金梯是加6，因為金梯加7的真的太貴了，買不下去啊。然後直到現在7月30號加入，差不多將近1個半月的時間，我參加吃王的時間就是每天晚上的8點跟半夜2點，其他時段非常少參加。然後攻守城是肯定必須要到的，目前金幣存款有1050萬。裝備是加8十字，加7艾盔，加6金梯，加7金鏈，加5寶斗，加5鋼靴，加6腕甲。然後飾品呢就是守護套裝。當然，我的倉庫裡面啊，還有之前觀眾退坑跟贊助我的裝備，我全部都沒有賣掉，都還在倉庫裡面放着。這個部分呢，有看我直播的觀眾就會知道了。之後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裝備賣掉變成金幣？目前是不確定啦，因為我是覺得之前退坑的玩家，說不定哪天他就回來玩了，裝備至少還可以還給他，不用玩得這麼辛苦。我是覺得門檻可以加8武器，因為加9真的沒有那麼容易點。我自己點冰涼武器，光是加7點加8就爆了5隻，更不用說一般武器，那個不到10%的幾率。裝備全身過1，我覺得還 OK， 畢竟過2以上的裝備，那個金額直接就是幾百萬起跳，真的也是沒有那麼容易買啊，真的是有點貴。等級的部分呢，要看是怎麼練的，像我39等40%，在野外就是帶狗練，然後我也不吃金餅練等，只有打王打架才有在吃，或是現實的活動地圖才有吃金餅。所以一般玩家肯定比我更捨得吃金餅練等，應該都比我高等級，所以40級以上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，不算太苛求。再來就是指揮換人當，他想表達的應該是指揮不應該是限於大課長，許多有能力指揮的人只因為他不是大課長而被忽略，各指揮應互相交流優點，若真的缺乏指揮經驗，可以找師傅的實況主學習指導。其實指揮這個東西啊，真的是有點看天賦啊，並不是說誰來都可以，要有快速的判斷力，還有統整能力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表達，簡潔清楚又果斷。但我覺得不只指揮重要，其他人給予的情報也很重要。因為指揮人員不一定都在你旁邊，所以傳遞出來的情報也要清楚簡潔。像是大骨頭約有1隊敵人，如果被3重石打飛，或者是有衝暈期把你打死，也要特別說一下，讓指揮人員能夠判斷要分派多少人支援。接着是戰術細節優化的部分，記憶坐標，坐標必須重新調整並按編號排序，提高戰鬥中的指揮效率。這個確實蠻重要的，而且現在又有更方便的記憶水晶。如果你懶得記，或者是不會記憶，就買個記憶水晶，請盟內的幹部copy一份給你，應該不會太難。盟徽調整，大部分同盟的盟徽統一改成同一個顏色，挑選一個高出席打架吃王的血盟，將其血盟改為特別醒目的顏色。打架的時候，其他人只要跟着醒目的盟徽，看他打誰就跟着打誰。不要像無頭蒼蠅一樣亂打。最後就是試射戰，每個時段血盟都要有人去打，因為現在試射吃的速度很快，扣掉找的時間，可能不用30秒就打完了。然後會掉落的寶物也不會太差，也是一個可以練習打架的場次。然後這邊作者提到自己也曾經加入過統一的血盟，指出除了 KOL 之外，盟內的管理層數值都偏向8+9。可能會無視建設性的建議，若只把失敗歸咎於敵方人數過多而尋求外援，血盟將無法真正的強大。我是覺得這篇文章最後面那些就多了。現在不管是天神還是海神，原本獨大的血盟現在被打翻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移民幫助對手的都是大課長等級，你原本伺服器的原住民本來就很難抗衡，必要時也是必須要找外援的。因為那些移民過來的機體，並不是說你吃多少王就有辦法抗衡的存在，
我相信懂我說的意思。然後這篇文章底下的留言啊，有一部分太針對的言論，我就不特別說了。另外一部分的人是覺得啊，不提升機體，只想蹭資源或者是賣天幣的成員啊，本來就該踢掉。不過也有人覺得，原本獨大的血盟，他們目前的優勢就是人口數夠多。如果搞個高裝檢，讓留下來的人變少，局勢會更加逆風。而且無氪跟小氪玩家如果在盟內又被大氪長看不起，最後只會退坑或跳槽，而且跳槽有可能還會跳到對面去，反過來打當初看不起自己的大氪長。最後回應還有更嚴格的，他說現在要求38等太低了，開服到現在除了法師跟王族之外，其他沒有到40級的，代表只是在蹭資源賣幣的玩家，所以等級門檻應該要到40級。再來就是傳統武器必須強度到+9，在過去血盟大順風的情況下，連+9武器都沒有，真的是可以直接剔除了。新武器考量取得成本的問題啊，所以可以+7或+8。防具的部分最少半套過2勝於過1，全身過1真的是太低了。法師則是有地裂、烈炎、冰錐3種法術，至少要有1種，不然法師在戰場上毫無戰術價值。另外也有網友回應，天堂本來就是一定會推出移民系統來制造陣營碰撞，增加營收，但是有些血盟卻對這種必然發生的趨勢完全狀況外，沒有提早為血盟設定機體檢定來應對移民的衝擊。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可能是想說找多一些人來玩，一起開心的玩遊戲，並沒想那麼多，也不想給太多人壓力，要定期裝檢什麼的，所以也自然會出現機體強度不均的情況。畢竟也有不少休閒玩家加入能夠吃王的血盟，可能就只是想體驗以前天堂體驗不到的吃王樂趣，所以拿安定值的裝備就玩得很開心了。不過遇到移民的衝擊，提升機體確實是必然要做的事情，不然一直被壓着打，原本能夠有的樂趣自然也會慢慢的消失。最後的選擇就是移民或是退坑了，因為可能跳槽去對手那邊，对手也不一定會讓你加入，因為也很有可能會遇到機體強度不符合的情況，所以該增強的部分還是得要增強，最少也要達到門檻需求吧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大家自己所在的血盟是否有定期的機體裝檢呢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。